大家好，今天的故事主题开悟，可能会颠覆你的三观，所以把你之前所有的知见、信念先都放下，听完再说。所谓的开悟，就是没有人能开悟，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悟者。有很多人讲开悟，什么开悟能看到什么，开悟能怎么着，全都是胡说八道。真的开悟是什么？就是悟到没有人也没有我，除了那个实相，没有什么是假的反义词，包括时空，所以也没有人开悟。我们作为人，你无法知道实相，而只能成为实相。如果要成为实相，寻找实相的那个我得先。我这里说的那个我可不是指身体啊，而是你认为出来的那个我。这个我其实也是个信念。那个什么什么教的人为什么很少的开悟，就是在这个我上打转着，什么我要慈悲啦，我要极乐啦，我要怎么了。而事实上仔细听啊，正是那个寻找者，也就是我，阻碍了开悟，阻碍了实相。换句话说，我想知道实相，但实相在本质上就会那个追寻他的我，这其实一点也没错。当初这追寻之所以显得有其必要性，正是由于我们处在人的状态，或还拥有个人的身份感。再换句话说，谁想开悟？你，对吧？你的什么想开悟？你的欲望。所以不要排斥欲望，它是你一切的动力。你认为的那个我，只是个幻象，而当你看到它的时候，它就消失了。只有假的才能消失，真的永远不会。我们假设源头是个钟摆，就是近代史的那种钟表，而钟摆的本质就是在动与静之间摆荡。钟摆不停地来回摆动，当它摆动到两端的最高点时，就会有那么一瞬间是静止。因此你可以想象这有多么荒唐。那摆动的钟摆就像你和我，竟想知道或理解静止。然而这正是我们的处境，我们就像是摆动的钟摆，在寻找静止的钟摆一样。而我们之所以看不出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打算停下来。动若想察觉静，唯一的方法就是静止不动，但一静止不动，动者就死了，因为动者永远见不到静。所以没有人开悟，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悟者存在，存在的只有那终止一切分别的开悟本身。因此只要我们还认为自己是这世界的一部分，那么要接近实相，就势必得先毁掉某些东西。不过这种毁掉并不会使你感到悲伤，相反，它会使你感到解脱自在。事实的真相是，我们一直都是解脱自在的，因为本来就没有任何东西束缚我。我们本来就是完整圆满，只是搞了一堆事情，假装自己不是。这就好比说，演员的演技太好，结果入戏太深而当真了。好的演员就是这样，而我们都是非常好的演员。一旦你悟到了，真的进入这个源头，你会感到非常的熟悉，就像回到你原本的老家一样。你甚至连留在那里的念头都不会有，
因为你知道，不论你有没有察觉到它，它永远在那里。那一直被我认同当成自我的东西，其实只是一种受到检视就会瓦解的心理恐惧。认出那个恐惧后，你会发现你察觉到的每样东西其实都是客体，那些恐惧、念头、感受，心中的零零总总都只是客体。而且我们很清楚，我们对任何客体都没兴趣，因为我们想知道的是主体，我们想探索的是到底什么东西在觉察这些客体。于是你放掉所有的客体，只留下主体，这才是修行。自己对照一下，你是不是在修行？说到这里，对于主体和客体，我想解释一下。虽然很多人都明白，主就是主人，客就是客人，这是狭义的说法。广义上来说，你所拥有的所有东西都是客体，包括你的情绪、心情、身体、思想，通通都是。主体是什么？是体验这一切的那个觉。这个觉借由你和我来体验情感，体验味道，体验悲欢离合，酸甜苦辣。这样说能明白吗？就是连你我都是客体，本就没有一个我，只是我们自认为有个我而已。这个我只是对境出来的产物。所以不是说你开悟是无我，而是你不开悟也没有你，只是你认为有个你。而开悟只是知道了这个事实而已。所以开悟是活在真实里，我们没开悟的是活在虚假里。你为什么会烦恼痛苦？因为你有个我呀，有我就会有我的什么什么，这是我的，那是我的。你说什么是你？什么都不是你的。你没有拥有权，只有使用权。开悟了，你知道你就是那个源头本身，随便叫什么都好，它是那个觉本身。开悟了，知道没有一个我，没有了我，那谁在烦恼？谁在痛苦？我之前有期视频对那个源头做了一下描述，我不想用带有宗教色彩的名字，就用了个意识，因为现代修行人都用的这个名字，但好几个评论说我把它叫成意识不对。真有杠精，他就没有名字。老子强加之名曰道，西方叫神，那我叫它羊不行吗？我叫它苹果不可以？它是不能被定义的，一定义就不是它了。但是为了我们交流方便，我们给它安了个代号而已。我搞不懂一个代号有什么好较真的呢？源头在哪儿？它在石堆中沉睡，在动物中唤起，在人当中醒来。我以前认为坐在一袋黄金上的流浪汉和骑驴找驴这两个禅宗故事是在比喻我早已拥有我在寻找的东西。但现在我明白这两个故事有误导之嫌，而是我并非拥有我在寻找的东西，而是我就是我在寻找的东西。这一场追寻其实是寻找者在寻找自己。下期我们再讲一下这个我，也就是哲学界的首要问题，我是谁？谢谢大家。